下马威的作用，因为大家要想象一下当时瑞典什么情况？瑞典国王去世了，未来的国王太年轻不能继承皇位，而是皇后在执政，而当时肯定有很多人会小瞧这位皇后。那瑞典80%人都是基督教徒，但是都是属于这种一辈子只去教堂3次的，第1次是洗礼，第2次是结婚，第3次是葬礼。马赛克呢都是用一种叫3明治的技术烧成的。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是哪里呢？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芬兰赫尔辛基鱼市场。这个鱼市场呢，我个人还蛮喜欢的我感觉这个芬兰的赫尔辛基的这个鱼缸市场呢，很有他个人的风味。这个是他的炒啊，用炒的沙丁鱼啊，我自己认为真好吃。哇，你看看这个芬兰赫尔辛基的鱼市场啊，你看这鱼市场啊，虽是鱼市场，但是它卖了非常多的水果啦，一些当地的料理啦，尤其是这个地方啊，风景非常的美啊，但北欧其他的国家你走到芬兰的时候呢，芬兰的价格是比较便宜的物价啦，物价，有的是每一年我们在仲夏节前夕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你知道吗？这里的樱桃还有这个夏季的水果总是都会很多你看这上面这个不是叫海里面叫防沙网那个在海港旁边的这个叫防欧网这里的鱼市场，我个人觉得算是比较物美价廉的啦跟哪里比起来跟挪威比起来，哇，这个挪威的消费真是贵所以来到这边，你将可以感受到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在芬兰赫尔辛基带给你的全新的感觉。OK， 从这边我们观赏完在芬兰赫尔辛基的鱼市场之后呢，我们就要从这个鱼市场呢准备搭船搭这个邮轮过夜邮轮前往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我们前往码头吧。有需要帮助的话，我可以跟大家帮忙。一般我在7楼的1楼，但是可能说什么？现在我们准备要来坐邮轮这艘邮轮是隔夜邮轮我很喜欢隔夜邮轮上邮轮之后，坐的这个船跨越国家，下午3点上船享受邮轮的设施，住上一晚，隔天早上8、9点就抵达了另外一个城市。这种感觉我一直很喜欢晚上在邮轮度过一晚免得舟车劳顿，隔天呢又可以欣赏到另外一个国家美丽的风景。上邮轮 happy 一下。
即马行到码头外口来大家嘛物件扛了，就马上出来咱集团呢，大家拢这个有升顶去哩去带这个面海他们诶，来即马继续对门口甲行入来看卖。坐电梯啦。什么叫快乐？这个就叫快乐。什么叫幸福？这个就叫幸福哈。所有的人刚刚有看到哈，尊定马赛牵狗上来啊，这个那么大只的狗摸爱拉呵，开家在骑叫狗。我们只是沿路刚好要上来甲板，看到这么热闹的 party 我们顺便狂欢了一下，看到宾馆跨红景啊，有没有？我们上面呢，离开赫尔辛基的码头Viking 维京 Light 这要哪讲？但家有过来架船各式各样船公司的航班都在这个地方赫尔辛基码头，准备我们前往另外一个国家瑞典斯德哥尔摩，前往这个地方去旅游。那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得到码头的景象啦，包括其他游轮啦、船只拢会使开来啦。那3点外对这个码头慢慢的开出去沿路上你会使看到真侪真水的风景点这游轮下呢有的人会感觉讲这游轮爱准备啥货？这只游轮豪华有舒适无？这只游轮呢有像丽星游轮无？有像加勒比海游轮无？有像皇家公主号的游轮无？也问真侪，这个甲这航空公司的飞机相共，每一艘游轮有每一艘游轮不同的特色、不同的服务、不同的项目。习惯坐亚洲游轮的人呢，会喜欢呢上游轮吃到撑因为呢，它一直不断的喂食供应无时无刻甜点、3餐挂宵夜包括饮料上面无限量一直供应有的人很习惯那种吃到很撑但有的人喜欢精致之旅上来这上面呢，东西够吃就好了，这么多也吃不完像老外因看来这个准定呢又不太一样老外他们上来船上呢，因无爱包顿因真介啥货，麦当劳甲落下骹找一间餐厅，点伊家己想要食的物件食咧所以每一个国家的文化不同，所要消费的物件，所要食的物件，所了解的物件，嘛拢完全拢无相共。所以有人问讲，游轮爱准备啥？我甲你讲，游轮无啥物好准备的啦准备一个快乐的心情起来就对了所以我听过真侪人讲过每一个人对游轮的看法拢无共。
但是咱讲真呢，每一架游轮都有伊的特色，它航行的路线也都不一样，它带来的感受、感觉，这个视线也都不一样，风景也都不一样。如果要用单一游轮来看所有的游轮，未免眼光也狭隘了一点哦。来，我们现在呢，从游轮上来下来之后呢，这个就是游轮哦。你比上全世界最豪华的游轮呢，当然不一定比得上。这个跟你啊，你看，我不是偷偷进人家的房间，这是我们的房间哦。你说简不简单？很简单啊。你说这个房间到底好在哪？它好在它的景色，它好在一种氛围。我告诉你哦，给你住最高档的房间哦，你的心情不愉快哦，你的同伴不够愉快，我告诉你，你也不会觉得住起来很愉快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心态问题啊，心态调整好，到全世界各国哪个地方玩，你拢会感觉足快乐的，水电搞啊。现在我们来到了斯德哥尔摩，这个斯德哥尔摩是瑞典的首都，也是第一大城市啊，瑞典王国的政府。国会啦，瑞典的王室拢伫斯德哥尔摩。斯德哥尔摩气氛真好，气候嘛真好哦。但是呢，今麦来北欧吼，要真注意吼。北欧这个城市有几个重点，重点是北欧是一个人权的城市，人权的国家，所以这个国家也接受所有的来自于其他国家去迫害难民，只要你拥有难民的身份、难民的国家、难民的护照，所以在这个地方会充斥着非常多的难民，再加上什么？再加上一些像是吉普赛人都会来到这个地方。所以北欧虽然是一个非常制度完善的国家，治安也非常好，但是来到北欧，你一定要特别留意，这个国家本身的人并不差，但是呢，这个国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它接受难民，所以常常会有这些难民在他们自己的国土里面去做一些算是不好的事情哦。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叫做市政厅啊，咱今嘛阿未要去市政厅，因为市政厅的门口有一个所在会使坐船啦哈。这到哪里录影小可晃动，真歹势啊，因为呢风伤透哈，当时徛无啥会稳哈。我以后哈饭食较济哈，看会使杀较稳的无。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一个地方是瑞典的港口，我们准备前往瑞典的夏宫来看看哦。斯德哥尔摩在瑞典语当中，斯德 Stockholm 是原木头艺术，它的瑞典语当中的 Stockholm home 是岛屿的意思哈。它来自于13世纪，当时岛屿的居民呢饱受这个海盗的侵袭所以当时斯德哥尔摩的人伊用这个很足大的这个原木呢修建也城堡，在水中呢设置原木栅栏抵抗当时列强来攻击它。斯德哥尔摩的这个名称 Stockholm 的名称就这个世代沿用下来了。那斯德哥尔摩位于波罗的海跟梅兰湖的交界处，这整个城市呢在24000多个岛屿组成的散落的群岛，所以你来到斯德哥尔摩坐游轮要入来这个城市的时候，你也是看到真侪散落的岛屿呢，就在它的附近的周遭的城市身为瑞典的首都，也是集政治、经济、观光、文化为中心的第一大城。你看，这个就是 City Hall 市政厅。我们刚刚从那个市政厅的旁边的那个码头上船之后呢，现在这一路呢，我们就坐了这个水道水路要行去水电的夏宫。那市区呢有14列岛跟2个半岛组成的岛甲岛当中拢有桥，所以呢，坐这段路去夏宫嘛变成是另外一种趣味啦。当然你会使卖坐船啦，咱车嘛是会使过去开车有开车的这个风景这个坐船有坐船的风景包括个会使去伊老城区，个包括呢会使去看北欧遮侪首都当中呢，斯德哥尔摩会使讲是在当中呢真水的一个城市伊这个城市会遐水，有足大的原因是啥？足大的原因就是伊这个城市内底有啥物？有这个
水啊、水路啊，这种岛屿跟岛屿之间呢，有这个运河穿插着哦，就是它漂亮的主要因素之一啊。即摆无人食嘛了吼。好当个这个，我这，卖照，他卖照。啊，真舒服。开开流放榜，这舒服的啦。啊，这是什么岛？瑞典的皇宫哟。对，你听哦。这100年的古董船来看水电的皇宫。斯德哥尔摩呢，除了有北方威尼斯的美名之外呢，斯德哥尔摩包括北欧的很多的城市呢，都拥有一个特色，这个特色的是野草、野森林呢，就是它的绿化环保做得非常的好哦。可包括叫加泽这个散落的群岛，呈现所谓的宽阔的水域，成为全球第一个都市国家公园啊，被称为王室生态。它的意思就是代表这个都市就是一个绿化的国家公园啊！你看，在每一年的夏季、春季出游的时候，你也在看的真多啊，这个澳洲的小学啊出来这个校外教学真的很多人为什么千辛万苦的要把小孩子送到国外去？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因为在外国的教育呢，它并不是完全以升学作为它主要的。这个念书的目的之一，所以在台湾念书会比较辛苦包括教育的问题啦，包括政策的问题啦，那包括这个升学压力的问题啦。那当然，你来到欧洲，因为思考的方式不太一样，所以以后这个囡仔，这个求学过程当中，他给他的这种升学压力的开较少那今嘛，咱伫这个达尔摩岛城区但这个所在呢，咱会使看到这个水电瑞典的王宫，但是另外一边是啥？夏宫啊。那在这个夏宫呢，在近郊在斯德哥尔摩的近郊这个地方呢，在瑞典语的意思呢，叫做王后岛。这个王宫几百年来都是瑞典王室的居所，是旧王宫失火烧毁后，由当时的女王下令建造的。第一点，在里面要是照相，不能用闪光灯，这是去年才开始允许我们照相的，所以说呢，这是闪光灯不允许。二呢，我们有没有背包的？要是像这种背包的，就得背到面前来，因为他们怕我们不小心会把什么东西砸掉了。而像我们举着雨伞的，如果不是当做放在门口那边有地方可以存雨伞，因为他也就是怕我们东西太长了，就是一般导游带着。这是咱王宫的专属导游这个欧洲现在很多的地方呢，它其实是要有专属导游来带领的。这个王宫我觉得还蛮赞的夏宫占地的非常广阔，进来这里面有北方凡尔赛宫之称呢，代表它跟法国的凡尔赛宫有得拼。咱法国教科文组织呢嘛加列为保护的重要文物所以这个宫内呢禁止翕相啦，有2/3开放和游客参观1/3即嘛是现任国王卡尔17大的所在无对外开放当然啦，我咧翕的这的所在拢是会使翕一个这内底美丽的庭园，进来这里面有精致的雕刻。看完之后，因为他很喜欢这个地质的话，在原地建造这个皇宫，而这个皇宫呢，就是17世纪建造的法国巴洛克式，所以大家进来之前是看到它是非常的对称，两边是一模一样，很典型巴洛克式的建筑。而这是瑞典在历史上第一个被联合国认同的 UNESCO 这个组织认同的世界遗产，因为是保持的非常完整的巴洛克式建筑。而这个皇宫呢，为什么说这个皇后黑贝格莫尔很有权利呢？也就是因为她的丈夫瑞典的国王呢靠地逝世，当时呢去世的很早，他在战打仗的时候就去世了。他去世之后，他的儿子未来的国王靠地11世只有8岁，那8岁的孩子当然不能继承皇位了。当时所有的决定都是一个小的委员会来做决定，而这个小的委员会里，别人都只有1票的投。我们进来之后，他才开始做准备，肯定是让我们来等皇后。所以这间屋子呢，就是一间等待厅。
而且等待听的时候呢，同时也要起到一个下马威的作用。因为大家要想象一下，当时瑞典什么情况？瑞典国王去世了，未来的国王太年轻，不能继承皇位，而是皇后在执政。而当时肯定有很多人会小瞧这位皇后，所以就会觉得这个国家是比较好欺负的。那怎么样可以能吓唬让别人不要来侵略这个国家呢？那也就要是给人家显示一下我们的亲戚和朋友有多厉害。比如大家看，左边是俄国的女沙皇，她是第20，右边呢是这个当时法国的国王路易14。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要给这些所有的来参观这里的人看一下，我们的亲戚这么厉害，我们的朋友这么强。在这趟进来这里面呢，有专门的人员讲解呢，是非常开心的哈。因为由他的讲解，让我们觉得这整个路线呢，就显得特别的好玩也使得讲解深度呢非常的深就把进来店呢，你就会觉得一切都很值得当然啦，你们小看了这个当地人来加讲解这当地一天的导游，平均一天你要好1万块台币以上所以这就是真侪人无啥了解，讲欧洲的团费选哪会贵有的啥那团费也俗，有的团费也贵，它的差别在哪边呢？就是这样子，差别就是这样了。你请那个当地的导游，你的整个成本就往上飙涨就变得比较贵另外2位这个皇后，这个卢丽莎乌丽卡，她就选择用知识来代表她是很厉害的皇后，所以她专门建了这一个图书馆建出来，她收集了当时欧洲非常有名的一些书籍，而同时呢，在这后面2扇门里面是她的专门的收藏室，她收藏了一些呢不同国家的货币，不同国家的这个纸币，而且呢还包括了一些呢。当然，这个王宫呢，它也带有一点我觉得很特别的特色在里面呢。这个特色是啥？这个特色就是这个王宫，你只要抬头一看呢，它的建筑、它的雕刻，难怪这个所在它会被称为这个凡尔赛宫北方的凡尔赛宫之称那在这当中呢，我也特别讲刚刚所讲的就是说，有些王宫有王宫专属的导游专属的这一种讲解员，那你必须付出很多的成本。这个就是现在我们有时候你看这上面是画，我一直强调是画，但是它画得很立体你以为是雕刻雕刻的，不是是画这咬就咬伫遮画个无画伫壁顶，画伫厝顶我就真正是所以讲看你爱看什么风景啦有的人看了这感觉无啥有的人看了真的真欢喜鱼甲肉拢有人要食看你拣什么物件来食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特色。但是啦愈有是安尼愈有是上简单的一种物件，1分钱1分货团费10万块真侪人唔知你想啥伊会认为这10万块人10万块拢甲你趁了其实我一直强调所有当旅游顶管拢是一种叫做服务费拢叫做服务费你讲一个导游来遮上班一天安尼带你行咧爱1万块台票，伤咸啦台湾一天做工课做到要忝到要死嘛，甲2-3千块迄是台湾，这里是欧洲它就是欧洲台湾它就是台湾台湾的路边摊超好吃，台湾的路边摊非常的多，台湾的鸡排，台湾的咸酥鸡，这些东西你只要一到了国外，你坑了来，所有物件伊拢甲你扣税，拢爱钱，袂使你黑白猜，这就是欧洲。每个国家有它的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风俗这一定要了解。曾经在瑞典这里呢，高中毕业非常困难，高中毕业就跟我们现在对大学毕业的态度差不多，就是就能找到工作了。所以说呢，庆祝是很厉害，但是当然现在高中毕业很容易不必。他这一段时间，刚好也就是好好的毕业的时间
所以呢，会使看到真侪狂欢的学生呢，做这个拖拉裤吼，沿路安尼算。我即摆翕这段是啥货啊？这段是对车内底翕出来的。我翕这段是要甲大家讲，整个在北欧脚踏车道可以说是已经变成主要干道。所有的所在你拢会使看到脚踏车专用步道这个脚踏车呢，人你骑嘛免戴安全帽，这就是真简单的一种心态汽车你驶的路，你人莫去行，出代志恁兜的代志脚踏车你骑的路，人莫去行去互弄着恁兜的代志所以因这种心态真对我开这条路这个物件行，我一定跟你讲你给我弄着，迄恁兜的代志。那这个东西呢，这是蛮好推行的不会有这种灰色地带这走在脚踏车道被撞到怎么办？那你家的事为什么在欧洲人想法就是这样？你为什么要走上去呢？这就是很特别的地方。那诺贝尔奖呢，现在是有6个奖项，也就是有物理奖、化学奖、医学和生物奖，然后文学奖、经济奖，还有和平奖。那我一般呢都会把和平奖拉到最后面来讲。那为什么？我们的右手边就是波罗的海，左手边就是早上坐船的梅拉伦湖。所以说呢，这个岛正旗当然最中间是瑞典国旗，其他这6个国旗呢，就是现在住在旅馆里身份最高的6个人的国旗。所以我到现在讲一段，就是主要就是要跟大家讲当然台湾大车撞小车，好像是大车要赔小车，在国外不尽然，所以我们清楚这个道理，在国外不会有纠纷在国外你闯红灯被撞到，你都还要赔对方他们国外他是有时候讲，有时候现实一点有时候也会觉得比较无情他们是法理情法在前不讲理的。那在我们台湾是情理法你说法理情好还是情理法好哇，这真的是很难抉择为什么？因为有时候好像不讲情也不通但是讲了情呢，好像法也通不了这个是真特别的所在。来，咱今晚来到这个水电的市政厅咱去坐船去回来坐车回来那坐车回来了，咱今晚会使看到好多咱有看到106米关塔顶馆看的斯德哥尔摩这个市政厅的塔的这个位置斯德哥尔摩的市政厅呢，修建在1911年到1923年之间建筑师当时设计它的时候呢，是以这个瑞典民族性浪漫主义风格当中的这种风格呢来建筑起来的这座雄伟的外表呢，由800万个红砖贴起来，内底有真侪办公室啦、会议室啦、宴会厅啦，佮包括受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广场所建筑的启发，将斯德哥尔摩的市政厅呢设计成这个2座规模真大庭院，一个叫做伯格座，一个叫做蓝厅我们还没进入到蓝厅这会议室这不是让你参观了，今嘛无你开会无你开会所以会使让你参观开会时你就无法度来参观当进内底呢，你会使看到内底真水非常非常的水基本进内底呢爱控制时间呢全部拢爱控制时间爱专人因为这政府单位伊会使让你看，但是呢伊会专人蓝厅咱都行起来，迄个所在叫做蓝厅拿些个外表东西建筑师看到肮脏给大厅带来的美感的时候，便改变了主意，不再将蓝色涂在红砖上。东西原本要用蓝色的，后来呢看到伊设计好的红砖感觉真水，伊就无甲用成蓝色的那也因为这样子有了蓝厅的称呼。短的婚礼不到1分钟，那怎么办？就是你愿不愿意娶她，愿不愿意嫁给他，好，兄弟们夫妻，下一对，速度很快。太快了，只有这样。虽然速度这么快呢，但是你有足够的时间考虑了，因为要排到一个步道，得排6个月的时间，会有6个月的时间来考虑。在这边结婚是政府举行的，跟宗教没有关系。那瑞典80%的人都是基督教徒，但是都是属于这种一辈子只去教堂3次的。第1次是洗礼，第2次是结婚，第3次是葬礼，其中2次都不是自己选择去的所以就是这种根本不去教堂的基督教徒，所以说也会政府举行的婚也是就是更受欢迎一点所以是政府举行的而且是外面景色很漂亮3在这边结婚，如果其中1位是瑞典人是完全免费的，4任何国籍的人都可以在这里结婚，不光是瑞典国籍的人。5那这我不要去跟大家讨论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这个讨论没有结尾的，但是就是完全把画送给市政厅1分钱都不想收
但是呢，他又觉得如果我1分钱都不收，我的画就没有任何价值，所以他画完之后，还是给市政厅递了一个账单，说我的画价值这么多钱。那同时呢，又把这么多的数量捐给了市政厅。这样的话，市政厅1分钱都没有花，他的画也有价值，两边都很高兴。那他画的是什么内容呢？就是想到了，那在这间屋子经常会有晚宴，而且有晚宴，大家都知道，西方人比较喜欢摆长桌子。那有长桌的话，那就会一面的客人面对着窗户，能看到斯德哥尔摩是非常漂亮的景色，而另外一面的客人背朝窗户，那就什么都看不到。所以为了安慰这些背朝窗户的客人呢，他就把窗外的景色全都搬进来了，而画到了墙上。而也就是因为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近100年真的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墙上大多数的建筑呢，在窗外的话是能找到跟它一模一样的参照。那这间屋子呢，还有一个是对应的两边一样的，也就是说大家看一下，每一个窗户旁边应该差不多都有一位男士和一位女士，而这些人呢，也就是代表了斯德哥尔摩市的男士和女士，所以只有一面，女士比较复杂一点，是8面形。那到底谁是正确的呢？这个设计师他在去世之前没有把答案告诉任何人，所以说大家想怎么猜都是对的，怎么分析都是对的。那这间屋子还有最后一点值得一提的，也就是市政厅最后结束的时候，他们花钱呢比计划多出来了20%，所以在结束之前当然要想方设法的省钱。那在这间屋子哪里能看得出来在省钱呢？那也就是在瑞典这里，虽然也产水晶了，就当然没有奥地利那么有名，但是也产。但是水晶吊灯还是非常的贵。所以说，如果大家看一下我们墙上挂的水晶吊灯，只有半盏吊灯，背后有一面镜子，就感觉有1盏吊灯的感觉哦，这就省了半盏吊灯的钱了。肯定省也省不了太多的钱，最起码就只是意思意思，说在试着在省。那我们市政厅。而这今天晚上肯定也就租出去，有别人做什么活动。一年呢，这个市政厅会有300多个不同的晚宴呢。所以有的时候一天会有2个，就是楼下一个，楼上一个。而我们现在所在这间屋子呢，名字呢，也就是因为墙上的金光闪闪，马赛克呢都是用一种叫3明治的技术烧成的，比如说2层玻璃，中间有一层很薄很薄的金箔。那这样子的话，每一颗马赛克的含金量其实非常的少，但因为表面有这层玻璃呢，等灯光照去还是会闪闪发亮。所以也就是因为用了，但是大家要是看到马赛克呢，我相信你们想到的第一个国家绝对不会是瑞典，因为这。
可悲又可笑的下一个景点下一个景点，因为我们在斯德哥尔摩的景点加贼哈，所以呢，我直接介绍哈。铁达尼也是沉没的一艘沉船拍成电影而瑞典也有一艘比铁达尼号更早、更凄惨的沉船还没出港就沉掉的，叫做瓦萨号战舰这个虽然没有铁达尼号的名称但是有比铁达尼更令人惊叹的传奇有人形容瓦萨号战舰是瑞典的铁达尼翻版这个所在呢，造船跟起因呢，瑞典国王清楚当时16世纪的时候，一直海军的重要性，无论是防卫国家或在波罗的海上，要跟其他的国家要拼土地伊拢要有真大海军所以呢，也下令建着一架超级战舰，可以用来抵御头号敌人波兰。那当然呢，东西起来了呢，砍倒了上千棵的树来打造今麦款的这个瓦萨号。那动用非常多的人力，历时3年造成了船上呢拥有各式各样精彩的宝物，还有火力强大。当时在17世纪，当时呢世界之最，没有人比他还要厉害那顶管倒着的64门的大炮，到底这个箱展的甲板顶管大多数呢会使发射重量超过11公斤的炮弹东协随便大概20艘的战舰这艘战舰呢都比不上瓦萨号，但它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谁也料不到的剧情发生了。历时3年打造，在1628年完工的瓦萨号战舰，在8月10号的良辰吉日举行隆重的下水首航仪式了呢。所有的人看到港口甲送别，要甲上水的时观赏这艘庞大超级战舰，送着瓦萨号2侧的炮口发射出礼炮。庆祝的时候呢，就在万众瞩目送他走出去的时候呢，军舰没到1海里1300几公尺遐，突然一阵大风，就该吹咧，伊就倒洋，然后伊就倒洋所以呢，这个无想到船还没出港，伊就倒了伊这边安怎？这算哪门子的超级战舰但是呢，也没有办法耗资了那么多烧这么多钱调查它为什么它会倒掉因为呢，当时在这艘船的这一个那个炮伊咧坑的这个位置比重放了不对所以使得呢这个比重偏颇了所以风一吹就倒去加这原因使得这架船倒去但是呢，这架船后来呢甲对海咧挖起来的时阵呢，这架船是安怎坑入来这个泡沫罐内底？我跟你讲。这个船先运入来，甲起这个泡沫罐的，安尼厉害无？起到一半先甲船运入来，甲开始佮甲这个泡沫罐起了，所以真侪人好奇讲，这泡沫罐起，做这个泡沫罐上，这个泡沫罐安尼起了起到一半，互船入来甲起，所以伊这泡沫罐的头设计了船架的这个头，你甲看，这就是船头设计的不错。那我们现在呢，整个行程呢，已经快接近尾声了那这一趟的旅程呢，其实让小王留下很难忘的经验很多人问说，是因为很漂亮吗？对我来讲，每一个所在拢做水的那是因为客人很好吗？对我来讲每个客人都很好。我讲真的那你说让我最感动的是什么？让我感动的是呢，辛苦了2-3年来你做这个电视节目，慢慢的发现到说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我们彼此之间的理念能够相通，大家出国的时候寻找的是一种快乐，一种幸福，所以在这一趟的旅程当中，每一个人都很快乐那我就会很快乐。谢谢这一趟所有来参加的贵宾们，也希望这一趟旅程当中所拍的北欧之旅，你们能够喜欢。